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啊，自己积极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好像往往没有那么难，他就得到了。但是反过来，越是害怕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很容易他就丢失了。其实啊，这并不是一个巧合，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都在试图破解背后隐藏的秘密，而这个神秘的力量就是吸引力法则。那这一期视频我们就要来讲一下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来实现和达成自己的目标。吸引力法则简单的来讲，就是你越想什么，那最后呢就会得到什么。如果说专注于积极的想法，那你就会吸引到积极的结果，而如果总是担心或者害怕，那也就会引发一个非常负面的结果。所以说它是一个双刃剑。当然啊，不是光想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的啊，不管是负面还是正面。那在这个视频的后面，我也会讲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世界上啊，也有很多的名人利用了吸引力法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像威尔史密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他的名字。他是一名说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好莱坞演员。他演过很多的电影，像《黑衣人》、《全民公敌》以及《当幸福来敲门》啊，等等等等。他获得了现在的成就，就是归功于他相信吸引力法则，并且把它实践和运用了。威尔史密斯他从小就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信念和行动来实现的。他曾经就表示，我们的思想、感受、梦想和想象力是一种物质形式，它们是能够形成现实的。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设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目标，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世界级的演员啊！即便面对种种的挑战，他依然坚信自己一定能做到。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演讲和采访里面，他提到过，当我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已经达成了，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啊！这个就与吸引力法则的核心理念相吻合。也就是说啊，通过强烈的信念和积极的思维，吸引自己想要的结果。那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是讲如何买彩票中大奖的，里面呢也提到了吸引力法则的力量，就是说当你买彩票之前，就要先相信自己已经中了大奖，那这个呢就已经是一件事实了，不用考虑啊，差不多就有点这个意思。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啊，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期的视频。说回正题啊，威尔史密斯他最早呢是以说唱歌手的身份成名的，并且还获得了格莱美奖。那这个奖可了不起哦。但是呢，他在事业的初期，由于财务的问题，基本上都要破产了。就在他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信念，并且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翻盘。他开始把自己的这个目标啊定为好莱坞演员，即便自己当下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他也依然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那在一档电视节目的试镜之前啊，威尔史密斯他在脑海中就强烈的看到了自己成功的出演了这个角色。那他的信念和吸引力法则就帮助了他在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成功的通过了这一场试镜。那最终呢，他也是通过了这个角色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开启了他在演艺圈的辉煌生涯。威尔史密斯的职业生涯，他不仅仅是依赖于运气，他通过吸引力法则不断的追求更高的成就。当他想尝试进入电影行业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想拍摄一些非常普通的电影，他是明确的表示了自己一定要成为全球顶级的明星。那他在采访中也提到了自己是通过反复的思考和冥想，把自己的这个目标呢具体化，努力去吸引大电影的拍摄机会。当幸福来敲门这个电影，那就是威尔史密斯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个电影啊，主要就是讲述了一个关于追求梦想啊，不论任何事情都不会放弃信念的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那威尔史密斯对这个角色的理解也是完全契合他个人生活中的信仰，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信念和行动终究会带来成功。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部电影啊，非常非常的好。他在准备这部电影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是感受到了角色的奋斗精神，也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啊，成功的带入到了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当他在扮演主角克里斯加德纳的时候，他把吸引力法则的理念带入到了表演当中，通过对未来坚定信念和不懈的追求啊，塑造了这个充满希望和奋斗的角色。那这个电影也不仅仅是为他赢得了奥斯卡的提名，也同样向观众传达了信念和努力的力量。威尔史密斯曾经多次提到过一句话：宇宙
并不在乎你是谁，但是他会回应你的意图。那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对吸引力法则的深刻理解。他相信只要你设定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地去追求它，宇宙就会以某种方式回应你的愿望。他还强调你必须要为自己的梦想而去拼搏和努力，这并不是纯粹的幻想，是要付诸实践行动的，并且要对未来时刻保持乐观和信心。那吸引力法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吗？当然可以接下来呢，我就来讲一下如何利用吸引力法则来达成自己的目标。有一本书叫《秘密》，是由澳大利亚作家朗达·拜恩在2006年的时候出版的一本畅销书。那这本书呢，就是介绍了吸引力法则的相关概念。我也是参考的这本书，并且总结出来了，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一共需要7个步骤。首先呢，一定要清晰的定义你的愿望。那吸引力法则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确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秘密这本书里也强调只有当你对自己的目标清晰并且非常具体的时候，宇宙才会知道怎么样去响应你。举一个简单例子不要只是非常笼统的去想我要很多钱，我要成为一个富翁这样是不行的，而是要非常明确的去说，我想要在哪一年之前赚到1000万。那这个目标呢，是越具体越清晰越好。比如说我想在2025年的6月1号之前，通过拍摄影片赚到1000万美元。当然，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而且呢，在这里面要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愿望和目标一定要是非常积极的。那在视频的开头我也说过吸引力法则它不仅仅是可以吸收到非常积极的东西，它同样也可以吸收到很消极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想要完成自己的愿望的话，那首先就是要专注于积极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想要什么什么什么，而不是说我不想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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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不字就非常的不好。比如说我现在负债了我欠钱呢，那我的这个愿望呢，就不能是我希望明年我没有负债，而应该是我希望明年我可以赚1000万，我有丰厚的奖金，并且我还可以财富自由。也就是说想要通过吸引力法则来完成自己的目标，首先第一步就要先清晰的明确你想要的积极的愿望。那第二步就是要相信自己值得并且一定能够实现这个愿望。仅仅是想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相信自己是值得拥有你现在所期待的一切。秘密这本书里面也强调了，信念是吸引力法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你必须要全身心的相信你所想要的东西已经在路上朝你走过来了，即便你当下是看不到任何可能的迹象，但就像刚刚威尔史密斯的那个故事一样，他在演出之前就已经看到了自己成功的演绎了这个角色那再比如说你买彩票吧，在你买之前就应该想，我自己现在已经中了大奖，那拿着这份奖金我应该干点什么呢我是买一个游艇买豪车呀，去哪儿看美丽的景点旅游等等等等详细的模拟自己已经中了大奖的样子。因为你如果心里面抱有怀疑的态度，那怀疑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那自然也会吸收一些负面的东西过来，所以对你实现你的愿望是非常不利的比如说还是买彩票我要是没中的话该怎么办呢或者说几率这么小，那怎么可能中呢？那像这种负面的信念，那就会成为你吸引成功的障碍。因此在书里面也建议用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自信来克服这些内心的障碍，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成功。第三个，要通过强烈的情感感受愿望的实现在秘密这本书里面，他认为光是想那还是不够的，你还需要用情感来激活这个愿望你要去想象，如果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那你的感受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是幸福快乐美满激动什么什么的。那通过这些情感呢，你会更深入的与宇宙中的力量相连接。那还是拿中彩票来举例子吧，就说当你已经想到了自己中了大奖之后该买什么该去哪儿该逛啥的时候，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情感情绪也带进去，给它激活就比如说我中了大奖之后非常非常的兴奋一晚上都睡不着觉整个心跳的非常非常的快类似于像这样的。那有了情感和情绪的加入之后，你的这个目标也就越来越近了。
那为了更好的去实现目标的情感，那书中建议呢是每天要花一些时间进行冥想，想象目标已经达成，并且要沉浸在实现愿望的这种情感里面。那第4个呢，就是要采取行动，并且保持积极的心态。那虽然吸引力法则是强调思想的力量但是《秘密》这本书里面也承认了行动非常的重要，你必须要根据自己的目标采取相应的行动，那这样呢才能抓住机会。那大家都知道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行动起来的。就比如说我赚钱吧，我就光想着明年我赚了1000万我应该买什么样的房子，我买什么样的车，我有多么的兴奋，我心情是怎么样的，情感什么的都非常到位了。但光是这样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成功那不是天上掉馅饼了吗？必须呢还是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实现这一个目标。那像我刚刚说的，想要通过做影片来赚钱的话，那我就要想的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影片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并且受到别人的喜欢。在书里面呢也说到了，这个行动可以是学习一项技能，或者是勇敢的去抓住一个看似非常偶然的机会。就比如说我视频剪辑的技巧变得更好了文案写得更生动更优秀了等等等等，要行动起来才可以。那在这个行动的过程中呢，保持积极的心态，一步一步的去努力，看到机会并且抓住它们。那这样的话你离你的目标就又进一步了。第5个就是要避免负面的情绪和想法。刚刚说过了，吸引力法则是一个双刃剑，既可以吸收积极的一面，也可以吸收消极的一面。那根据《秘密》这本书里面说，如果你专注于负面的情绪像恐惧啦、焦虑啦、迷茫啦、彷徨啦、困扰啦等等等等，你就会不自觉地吸引更多的负面的事物。因此我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要学会控制和调整自己的情绪，避免负面的情绪和想法比如说你面试一家公司你就老害怕自己不够优秀，进去时候紧张，要是没说好该怎么办？那别人不要我怎么办？瞧不起我的学历怎么办？等等等等，像这些负面的情绪那自然也就会吸收到负面的结果。那本来你很有可能进入到这家公司，那导致因为这些你可能最后就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说当你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消极的思维模式的时候，就应该立刻停止，并且用正面积极的想法改正。比如说你担心你面试失败你就应该立刻停，想想我如果此时此刻我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公司了我喝着咖啡，穿着西服跟周边的同事有说有笑，老板对我也非常照顾等等等等。那咱们难免都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那关键就在于出现了负面情绪，要用最快的时间摆脱负面情绪，并且转到正面情绪上，这样呢你离你的目标又近了一步。第6个就是感恩与欣赏当下。那在《秘密》这本书里也说到了，感恩是被认为增强吸引力法则的最有效的方法。当你对已经拥有的事物心怀感恩时，你就会处于一种非常积极并且满足的这个状态。无论说你感恩的这件事情是大还是小，那这种正面的能量都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心态，让你变得更加的开朗开放并且乐观。那这种能量不仅能够帮助你保持专注于积极的目标，还能帮助你吸引到更多好事的发生。当你处于压力或者焦虑的时候感恩是可以帮助你重新调整心态的。通过感恩那些已经拥有的美好事物，你会意识到生活中的积极的一面，进而减少对未来的焦虑和担忧。那当你陷入到消极思维的时候，感恩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工具，它能够把你的这个注意力从负面转到正面。即使是在困难时期感恩也可以提醒你生活中仍然有很多值得感激的事情，从而帮助你保持乐观和正向的思考模式。就比方说我现在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每天在家里待着，但是我也很感激现在的生活至少我没有饿着，我能吃到饭，对吧？不要小瞧这一点点的感激当你不断的去感激现在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糟。那这种积极的心态自然也就会吸引到积极的结果。那书中也是建议每天花几分钟写下感恩的事情，即便生活中存在困境，也要找到那个值得感恩的点。感恩日记是会帮助你保持正面的思维模式，提升吸引正能量的能力。那最后一个就是保持耐心，并且相信这个过程。有时候你会发现实现目标的速度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快，
秘密》这本书里也提醒我们，不要因为过程缓慢而失去耐心。宇宙呢是需要时间来安排这些事情的，因为整个宇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对吧？其他人可能也在使用谢里法则，那他也需要回应其他人的想法，对吧？因此呢，你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并且继续自己这个信念。那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人也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没有什么成果，那就放弃了，因为没有保持耐心，所以错失了成功。那殊不知，也许再坚持那么一下，也许就那么一下，就可以看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啊，成功的人是少数。既然选择了相信，就要坚持下去。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好事多磨。你可能不知道事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但是你必须要相信宇宙会为你安排最合适的路径。即便当下看起来没有那么顺利，但是只要保持信心，事情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刻以恰当的方式回应你，而你的目标也一定会实现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所要讲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利用谢里法则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如果大家有什么见解和看法，也欢迎留言。最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赞和订阅，毕竟这也是我心中的吸引力法则。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